在整个门诊过程里面，你觉得说很多人被误导？很多人误导了以后，就是LDL 不重要啦，三高不重要啦，血脂不重要啦，最后看他们可能就是中风了，可能是卧病了，可能是猝死了，有这么可怕吗？ LDL 是坏的胆固醇，它会累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一天一天、一年年累积上去，然后它累积的时候，在刚开始累积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的动脉硬化其实是血管壁开始的，血管壁呢原来在年轻的时候都很薄。然后，但是呢，随着年龄越来越高，我们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那些会累积在血管壁。那血管壁呢，它会一天一天变厚。那心肌梗塞是什么呢？是这个血管壁很厚之后，它有时候突然一下垮掉，突然一下血管壁垮掉。对，我的比喻说，心肌梗塞，你把它想象成土石流，就很简单了。为什么装支架不能预防心肌梗塞？装支架，在我的解释就是说，有点像这个公路。现在目前就是本身塞的摊方的很厉害，就是狭窄。你现在目前把它打通，但打通心肌梗塞，你把路给通畅了，跟你明天会不会土石流完全无关。所以你没有症状的人，68%人根本没有什么症状，他会突然土石流。对，根本他最重要的关键在那，特别是很多男性。大概有60%几，你在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就心肌梗塞猝死，那根本就来不及了。对于现代人来讲，你现在已经不是说我要能够活得多长久，而是说我的活的品质能够有多好。如果你看到你周边的人，他平常很健康，甚至他非常的强壮，可突然之间他就垮下来了。有人可能因为失智，或者有的可能中风，或者有的心血管疾病，让他的身体急速的衰老，快速的衰弱，这样的状况下，很长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慢慢不能正常，然后开始卧病在床，然后身体很多的功能受到了限制。这个对现在很多人来讲，那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噩梦。而在讲到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呢，你讲说，没有关系，现在的医疗非常的进步。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的时候，你只要装支架，把那个所谓的阻塞的地方打开，那就没有问题了。可是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你的三高才是最根本的。你的 LDL 的低密度胆固醇如果不能控制的话，你的中风、你的心血管疾病可能都会接连而来，那会影响到你非常可怕的一个生活的品质。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就是说有人讲说 LDL 不重要，你就算 LDL 高一点，你还可以正常的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真的LDL 对我们来讲有这么重要吗？如果你今天的三高没有办法控制，就算我运动，就算我饮食，甚至我吃很多的补品，我真的能够补救回来吗？讨论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谈到今天特别邀请了心脏科的权威医师洪惠峰洪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洪医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洪医师，您这本书我其实已经拜读了很久了，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惊讶的，以前不是讲嘛，我们心血管疾病就讲说我就装支架嘛，我就装导管做心导管手术我就装支架，支架里面我就讲我心脏哪里塞住我就把它打开。李登辉总统也这样装了好几根，好像没问题。可是你讲的关键，原来装支架不能预防我的心肌梗塞，也不能这个所谓的预防我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新冠病。重点在 LDL 可以，三高可以。如果真的要去根治的话，或是影响我的这个生活的话，等于说降低 LDL， 降低我的三高才是根本之道吗？是的，我想这个故事是这样。其实很久以来，我们心脏学很多时候我们当时也都想象，血管像一个水管，让今天塞30%，明天50%，后天70%-80%，然后最后装个支架把它通一通就好了。我以前都这样想。我小时候学的也是这样学的，可到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些研究。他们怎么做研究呢？就是说，当你血管已经塞的人，他抽签，要强调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讲的是稳定型心绞痛，不是急诊进去的，急诊进去的10万火急，10万火急呢一定要。我们现在讲的是平常你在门诊的时候的预防。OK， 我们回到这个点，当我们一个病人他现在目前，譬如说你做了个电脑断层，然后你发现血管塞了70%-80%，他们就把这一类的人。大概在很久以前，其实从1992他们就已经开始试着做这些研究，但是1992那时候的研究叫 ECMO 的研究，他做的只是简单气球去撑，就撑了之后，后来发现撑完之后血管通了，症状少了，
可是心肌梗塞没有少。哦，那是最早的，从1992就已经有些不是打通了吗？打通了，但是就好像没有一些。可是那个时代哈，还1992还有一个 Rita-2，我这书里面没写。那些呢，大概也没有也不能降低心肌梗塞。但是呢，这个就到后来，但是那时候我们会说啊，只是气球扩张术啊，你是撑一下，那个当然效果不好啊。后来还有支架，还有涂药支架什么的一大堆的。结果到后来2007又另外一篇研究就出来了。那这篇研究呢叫做 Courage 的研究，他就找很多稳定型心绞痛的人，稳定型心绞痛的人就是平常，比如说你就发现你血管塞了70%以上，一组就抽签，一组装支架，另外一组就光用药物治疗，两组的药物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比看，比3年5年这样比下来，叫他们比了4.6年之后，结果发现这两组心肌梗塞没有差别，中风没有差别。然后死亡没有差别，装支架跟没装支架没差别，没有差别。然后这两个没差别，但是装支架那组症状比较少，那另外呢，可是后来这篇研究出来之后，结果美国的心导管的量瞬间大概在1年之内，这半年1年之内，大概就大降大概30%到40%。就稳定型心绞痛，他们都很多时候都选择比较保守一点。对。可是后来，这是因为2007，后来人家就说啊，你这选的病人都是门诊的，都太轻松啦，太那个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病人。后来结果呢，美国就是 NHLBI， 就是等于说美国的类似官方，他们就在做另外一篇研究。他们做研究，他们就找了更多的病人，然后这次呢，他们专门挑很厉害的病人。什么叫很厉害的病人？他们大概就挑他的缺氧程度已经到10%的心脏肌肉以上，10%肌肉心脏以上，就不是随便抓一个人，就等于说你缺氧的区域相对比较大。然后这一类的人呢，就等于说，我们平常也许这占我们的真正狭心症的病人，也许占了1/3到1/4，就专挑这严重的病人。严重，同样的做法，抽签一组装支架，另外一组就是光吃药。这篇研究叫 Ischemia ISCHEIA Ischemia 研究，2017发表，2017出来的，2019发表的。那2019发表结果发现这两组还是没有差别，就你严重的还是没有差别，所以不管是门诊或者也特别挑出来比较严重的门诊装支架跟没装支架都一样，所以这样就变得很奇怪了。可是这个是一个装支架，好像就觉得好像以前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后你所有的时候塞了装个支架就好了。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相反的，就另外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研究。那有没有其他的真的可以预防心肌梗塞？就等于说，你装支架，在这个Courage 的研究、Ischemia 的研究，它都不能证实它可以降低心肌梗塞，不能降低中风，不能降低死亡。可是有没有别的研究发现可以呢？结果就是几乎所有降胆固醇、降 LDL-C 就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只要能够降这些的药物，几乎等比例的，就是你只要能够降它，你心肌梗塞或中风的机会通通都减少。对，所以就很奇怪的一件事，吃药比支架好，很厉害。所以我们过去的想法就是，你如果心脏病你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就赶去找医生，然后赶快做心导管手术，装了支架打通没事了。可是刚刚讲的那个影响不大，但是真正让你的未来预防你心脏疾病的，竟然是所谓的处理3高，居然是处理 LDL。不过你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装支架有3个时机，就是说，第一个你突然变得非常严重了，还有你用药没有缓解，还有你的心脏功能受损，是在这3个条件下用支架是才有意义的，是吗？是的，第一个我们就讲的那个。就是急性心脏病的时候，你从急诊进去或什么的是原来，所谓急性心脏病的定义就是说，你原来大概都好好的，你现在突然一下，譬如说你出去打球或爬山中突然一下胸痛或什么那些，这时候急性心脏病的发作，或者你最近原来都还好好的，最近1个礼拜之内你突然胸痛啊，频率增加或什么那些。这些是属于这些都属于叫急性心脏病。我们刚刚讲的装支架没有办法预防，那是属于慢性冠心症、慢性的心脏病。对，那这种急性的心脏病，从急诊进去，或你最近症状突然一下变很厉害的时候，这时候所有的研究都显示装支架有帮助，救急有帮助。那第二个状况呢，是用药之后仍然有症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研究，就不管 Courage 研究也好 ，Ischemia 研究也好。他通通发现不能降低死亡率，不能降低心肌梗塞，可是可以让你胸痛的症状
可以改善，可以让你活动的症状，譬如说喘的症状可以改善，所以那个是可以减少症状，对，可以减少症状。所以那回到第二个它的治疗指引，它上面建议的，它治疗指引建议就是说什么时候要装支架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当你用药之后，你用了各式各样的药物之后，你症状还在，你还是会闷啊，还是会痛，那这时候也许我们就该装支架。那第三个状况呢，就是目前如果说你心脏肌肉已经就是大面积的缺氧，就你塞的地方是很大的区域，虽然我们 ischemia 做的是10% 以上，但是我们更大的区域呢，那也许装支架还是对这些有帮助。但这些研究我们还要等它更进一步的研究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治疗指引的建议，大概就这3个状况，大概装支架是绝对应该是有帮助的。一是救命，就是急性的时候那是救命；二是救症状。那3呢，大概救命救症状。这个第3的就是大面积缺氧的那个还要再等，但是至少目前是可以做的。不好意思，我看你书面有几个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是说，你说你如果心脏的这个所谓的阻塞没有70%，要超过70%你才有感觉。所以如果我心脏阻塞30%、40%、50%、60%，我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等到我突然有感觉的时候，我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特别是很多男性，大概有60%几，你在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就心肌梗塞猝死，那根本就来不及了。应该这么说哈，那个70%以上通常会有症状，但有的时候这种症状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那我们的症状有的人症状就是最标准的症状就是心绞痛的症状，就走路或爬楼梯或运动时就会胸口闷紧胀痛、压迫感，这是最标准的症状。每次几分钟，一运动就难受，一休息就好。但这症状就很怪异，有的人就是也没有塞得很严重，他也是整天有些奇奇怪怪的症状。对，所以这个症状还有的人是症状是以喘，尤其在洗肾病人或糖尿病人，所以这个症状有时候是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件事。但是一般来说，大概塞到70%以上，就是真的是缺血严重的时候，这时候你理论上症状比较会产生。对，那但是就那个您刚刚讲的那些，就心肌梗塞但是另外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心脏病还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之前有些研究，他研究就是什么呢？他们做了一些病理的研究，就是说在心肌梗塞的人中间，心肌梗塞就是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他又是要做那个就是帮他做解剖，心肌梗塞死掉了做解剖，就发现解剖的人中间68%的人，他的血管是塞小于50%啊，小于50%的地方是有68%是这样，18%是50%到70%，只有14%不是塞在最心肌梗塞不是这样。那这个中间就很怪异了，你塞得厉害的反而没有心肌梗塞，对，塞得不厉害了反而心肌梗塞，所以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说不是那么单纯。那不是它的问题，根本不是在阻塞，问题是在血管壁。所以你刚刚讲，所以你的书里面就特别提到说，你不是阻塞，你不是土石流，而是山壁崩塌。等于说应该土石流的这个所谓的山壁崩塌，是的。那山壁崩塌，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像你们的治疗或者你们现在的医疗指引，就不是说我现在去把路给通掉，是我今天如果做心导管，我今天做支架，我是把这个路的清空，是。可是我清空了以后，我只要这个山壁的水土保持没有做好，它随时可能崩塌。那这个随时可能崩塌，它一弄下来，你这个路可能本来是好的，它一样都把你塞住了。是。所以这个时候的 LDL 为什么你在强调说低密度胆固醇在这个上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是。所以我想我把我的一些我的想象来试着说明这些，因为中间现在目前就很奇怪了。OK， 1装支架不能降低心肌梗塞那个死亡；2降低 LDL 反而可以；3没有症状的人，然后血管塞得不厉害的人，突然心肌梗塞。对。所以那我那个，其实，在1987年，在芝加哥有一个叫 Glagoff， 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他的答案。他答案是怎样的？他说我们的血管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像一个水管。今天塞30%，明天40%，就是堆积血管淤积的理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说是一个叫血管重塑的现象，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的动脉硬化其实是血管壁开始的，血管壁呢原来在年轻的时候都很薄，然后但是呢随着年龄越来越高，我们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那些会累积在血管壁，那血管壁呢它会一天一天变厚。它不是哪一个地方特别累积，而是血管壁整个它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对，今天厚到这样，明天更厚，后天再后天大更厚。
让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时候因为这个血管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刚开始因为血管壁很厚，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房间，墙壁很厚了，天花板很厚了，可是我们的空间还没有受到影响。等于说，也就是说，血管壁中间血管的内径还没有受到影响。对，这时候你塞的并不厉害，可是你血管壁可能很厚。那心肌梗塞是什么呢？是这个血管壁很厚之后，它有时候突然一下垮掉，突然一下像血管壁垮掉。哎，对，有点像天花板，天花板就是负重太重，下大雨，嘣垮下来，临时的垮下来。对，所以我的比喻说，心肌梗塞，你把它想象成土石流，对，就很简单了。想象成土石流很简单，就是我们来试着来解释刚刚的几件事情。一，为什么装支架不能预防心肌梗塞？装支架，在我的解释就是说，有点像这个公路。现在目前就是本身塞的摊方的很厉害，就是狭窄。你现在目前把它打通，但打通心肌梗塞，你把路给通畅了，跟你明天会不会土石流完全无关。对，完全无关。所以明天再下个大雨，它又崩下来了。对。二，为什么没有塞得很厉害的人会突然土石流，会突然心肌梗塞？没有塞得很厉害，就是你公路畅不畅通，公路完全畅通的，那就是你0%的狭窄，但跟土石流完全无关呐。所以你没有症状的人，68%人根本没有什么症状，他会突然土石流，根本他最重要的关键在那。那第三，为什么我们用降胆固醇的药物，你反而可以预防土石流？因为预防心肌梗塞，因为降胆固醇的药物是等于说你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壁变得更稳定，它的有很多的一些就可以血管壁变得更稳定，血管壁变得更结实。对，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不容易土石流。所以要预防土石流，要做的事情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那水土保持呢？那个而不是去疏浚你的公路。那懂了 ，OK。也就是我做支架是疏浚，是，可是我降我的三高，降我的这个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是我做水土保持，是把我那个挡土墙做得更好一点。是的，那我们的治疗三高，控制三高是顾的是山壁。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另外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装支架，就是说为什么症状很厉害的人，那症状很厉害就有点像这条路，它现在目前塞得很厉害，有点像有时候警察在那边临检。你这条高速公路警察临检大塞车，那你有没有症状？有症状，但是跟你会不会发生土石流无关。对，所以你有症状没症状，或者有什么就是土石流未必是发生在真的很大塞车的地方。那我就看你的山壁才是真正的有没有土石流，有没有崩塌下来。是的。最近有一些人讲嘛，说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LDL 有些人的体质，你就算 LDL 高一点，甚至到了130、140，你也不用担心啊。LDL 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件事。LDL 它是因为它是在刚开它也没有感觉，但是 LDL 他们有人做一些计算，他们就说他们说一个计算是这样 ，LDL 是坏的胆固醇，它会累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一天一天、一年年累积上去，然后它累积的时候，在刚开始累积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人做个计算，当你累积到什么时候，你就容易开始心脏病呢？他说大概你总共累积到7000到8000毫克的时候，大概就容易出事。什么叫7000到8000毫克？大概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从出生的时候，他的 LDL 就是200，出生的时候他就是200，那他35岁的时候就是200乘以35，就等于7000毫克，也就是书里面写的7 gram。7000毫克的时候，这时候你的风险就大幅提升。对，所以就是说，等于说，你如果说是，但是等于说，35岁，如果你 LDL 从此是200，你35岁的时候，大概危险性就升高很多了。但是呢，如果你的 LDL 是100，那100呢乘以70等于7000毫克，等于你大约在70岁的时候，你开始危险。对，开始危险。但前面的时候，所以是累积的，你到现在目前都还没事啊。但是另外呢，如果说你的出生的时候，你的 LDL 是70。那你大概到100岁，7000，你100岁的时候你危险。当然这个计算不是那么简单。那个有的人是7000，有的人是8000，有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我们的 LDL 大概通常只有20-30。那时候我们出生的时候 LDL 非常低，所以不是说这样一成不变。但它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它是像是一个垃圾掩埋场，一天一天这样累积下去。对，它一天你短时间的乱丢垃圾无关，但是当你这个垃圾掩埋场
当它已经到了它的容量的极限，也就是7000到8000毫克的时候，就容易出事。所以一时半刻的那些，它不会受到影响。你要看30年，要看50年，这是一个长期的累积。所以有些人说法说这个，他有些人说啊，1年我都没事啊，啊1年对不起，那个1年你现在300乘1年你还300，你现在目前有7000到8000的扣打可以用，那但是你这个累积下去，反正必留下痕迹，反正你的风险值就会比别人高很多，就比别人高，就因为别人可能10%的几率，你可能80%的几率，当然你也可能是20%没发生，可是你80%是非常危险的。那你说今天我们这也不是随便讲，这等于说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去证明说，因为我不再强调，因为你曾经讲过，你为什么要出来做卫教，你为什么要出来去不断的去说明这些事情，所以你在整个门诊过程里面，你觉得说很多人被误导。很多人误导了以后，就是LDL 不重要啦，三高不重要啦，血脂不重要啦，那我不用，我可以去吃补品啦，我可以运动，我可以用别的方式。可是你说那个最后的结果都非常悲惨，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听信这种 LDL 不重要，三高不重要，我用别的方式来处理的时候，最后看他们可能就是中风了，可能是卧病了，可能是猝死了，有这么可怕吗？OK， 我先讲我的故事哈。我在2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接心脏学会的预防医学委员会的主委，那时候理事长找我接的时候，我就想我何德何能？但是后来那时候想，我就想到我要做的事情是要，因为那时候网络上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消息。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的责任就是说，预防医学委员会的主委就是要想办法打破这些消息。但是那时候想法就是说，你这个好预防医学委员会，你那个大家开记者会，然后听的也不多，然后或者是我们也组一个网路，那但是人家网红有网红的道理，他讲话一定很好听。但后来我们就想了好多方式，就是说做演讲啊、出书啊。但最后我们决定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医学会或者是任何一个全世界的医学会或者什么的，他们都会根据各式各样的研究结果，他们会做出一个治疗指引。治疗指引是千万个病人，然后研究出来之后的，就他们的研究的结果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治疗指引，我们就放到我们心脏学会的网络上，然后就等于说，那这样以后的话，人家会说什么啊？网络上面有什么消息，我们就说，请看医学会的治疗指引。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医学会的治疗指引，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翻译成中文，其实最重要就有10大重点，就翻译成中文，你就看那个就知道。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坏的胆固醇为什么要降低？那就是来自这张图。这张图看起来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那但是各位可以看，有一个绿线，有个红线，有个蓝线。对。那绿线呢是初级预防，你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心脏病的。那个次级预防是你已经得过心脏病的人。然后还有个糖尿病的红色那条线是糖尿病加上心脏病发作的。那这些呢？为什么这张图是这张图的大概看到上面很多的点，但它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很大规模的研究。它灰色的点就是它这些研究它怎么做呢？他就说很多人，举例来说，他有一个叫 4S 的研究，就是它的灰色点就是说，他很多人大概他的胆固醇，譬如说你是现在170，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做研究呢，已经心脏病的人就抽签一组把它降低，另外一组呢吃安慰剂，然后之后比的效果看看怎么样。结果呢就发现这个研究一个点就是一个研究，那这2个研究就发现它就降低了胆固醇，它心脏病的就下降。那刚开始譬如说170降到90，那另外一个研究呢，那我不然就140降到70啊，看看有没有帮助。结果他们每个研究做出来，就是这边密麻麻一大堆点，他们发现都是同一个现象，就是当你把 LDL 坏的胆固醇只要降得越低的时候，心脏病的机会就是越低。不管你是糖尿病得心脏病，对，然后或者是你光是心脏病，或者是你从来没得过什么这些，你通通都把它降下来，然后就发现通通都是降低的。而且你知道 LDL 降低是同时减低了心脏病跟中风的一个危机。是的，中风机会也减少。所以这个是其实这张图他们就发现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你 LDL 只要能够降低1%，你大概就可以降低1%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在医学界里面已经有一个共识，而且一个非常清楚的研究结果。你要真正的预防中风、预防心脏病，你要预防这些疾病的重点，
就是要处理三高，就是要处理 LDL， 是，所以 LDL 很重要，很重要。而且这个我拿的这张图，这是我故意拿一张久一点的图，这张是20几年前人家就已经知道这件事，这是2005的图。到最近就在今年的3月，还有另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一些研究，像有个 Vesalius CV 的研究，那个研究是怎样的？他就说没有得过心脏病，光糖尿病的人他就打针，他去打针呢，就是从大概110几的 LDL 降到45，然后看看有什么影响。结果心脏病的机会又减少了30%，所以就是你不管怎样，好像就是 LDL 只要降低，大概都会有帮助。那甚至就在就是在他们还有这是还没有得心脏病的人，那得到心脏病的人还有叫 EasyPave 的另外一个研究，EasyPave 的研究，他们就说韩国人做的研究，他就说已经装支架的人，他就从一组降到70，另外一组降到50，降到更低，然后之后呢来比看，就发现降低的那组又减少了心脏病的机会，减少1/3。所以就是不管从2005到2026，为什么你最近一定要在用你的脸书要大声疾呼 LDL 这么重要？就是你已经做了这么多研究，已经做了这么多实验，这个在医学界已经是共识，到现在还有人告诉你 LDL 不重要啊，这完全是好。那在这个书里面，你还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也非常 shock 的是，我知道 LDL 降下来很重要，就我的低密度胆固醇非常重要。那我的低密度胆固醇很重要，我要把它降下来。可是我要降多少才是对的呢？比如像我之前是130，那我的医生说没关系，你就这样的。有人讲说你降到100，有人讲说你降到70。可是你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脏学会说，超过50都是毒。也就是说 LDL 降到50可能吗 ？OK， 那个就是你用药就是不同的药物大概可以降不同的程度。那个说 LDL 大于50都是毒的，那是一个 Eugene Braunwood。那他最近刚刚过世，他96岁的时候过世。他很权威吗？非常非常权威。他那个全世界的那个包括美国心脏学会、医学会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然后甚至还出专文，就专门纪念他。他被称为现代心脏学之父。现代心脏学之父，他讲的任何话，他到90几岁的时候还投书，到处投书，然后到处那个非常非常 smart 的一个人。他自己本身还有人还特别出了一本专书写他的，那还有简体版都有翻译出来。那 Eugene Braunwood 他就说 LDL 大于50都是毒，因为他一辈子就从事各式各样的心脏的各式各样的研究。那他为什么大于50都是毒呢？对啊，那个因为我们的动脉硬化的速度跟我们的 LDL 的是直线相关。发现 LDL 的动脉硬化的速度，就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累积的结果。那第二个呢，你动脉硬化累积的速度呢，跟我们 LDL 的高低是直线相关。当 LDL 越高，动脉硬化的速度就越快 ；LDL 越低，动脉硬化的速度就越慢。OK， 那我们先回到这张图好了，先回到这张图。这张我们的这张幻灯片那这张幻灯片在讲的，我们到底现在那我们说已经那我到底我应该要降到多少？对，那这个是欧洲心脏协会它的治疗指引，这是欧洲心脏协会的治疗指引，它的建议它是建议是这样，所有的人大概就是你不管是怎样，他最好你通通把 LDL 通通降到116以下。可是我们台湾的标准好像是130嘛，台湾那是我们的。那个130，其实那个130是只是他为了方便就写130，因为健保给付规范，其实你已经糖尿病也是100了，然后已经得心脏病已经70了，所以那个130是一个很那个如果比较好一点的那个检验所或者医院，他会写说是你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怎样，你就是怎样，就因人而异。简单来说，LDL 的标准是因人而异，就跟这张图一样。那他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LDL， 它最重要的关键是你一辈子累积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估算一下你已经累积了多少，然后你的风险多少，然后你应该要降到多少。所以他们那个就是欧洲心脏学会他的建议就是说，当糖尿病小于10年的时候，你的 LDL 要小于100，但是如果糖尿病大于10年的时候，你 LDL 要小于70，大于10年的时候要小于70。对。那然后还有那个，所以不同症状有不同的标准。对，如果你已经得到心脏病，那已经得到心脏病，已经得到中风或已经得到什么那些时候，他说要小于55。那为什么这些已经得到要小于55呢？因为就等于说我们就是说前面的观念，就这时候你已经累积了，你的垃圾掩埋场已经爆了，已经没有扣打了，所以你只好能够降到越低越好。对，它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还没放进去，他说如果说你2次以上或什么那些，要降到40，要降到40以下。但这个是欧洲心脏学会的，
那台湾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台湾在今年的1月1号，健保署它还有一个叫做血脂改善方案。血脂改善方案就是说，如果说你只要心脏有装过支架，或者心脏或者你发生过中风啊，或发生这些，你的 LDL 要小于70，要控制小于70。对。然后如果你医院能够达到控制到小于70的话，给医院奖励。OK， 就是那然后还有，如果你有做过2次的导管，或者你有2条血管以上的问题，或者你比如说中风加心脏病或周边血管加那些，要求要小于55。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当你很严重的时候，它要小于55，也是一样。如果你医院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给医院奖励。这健保署1月1号，所以换句话说，不管是医学会也好，健保署那个小气鬼，对不起，健保署也好，他都已经把这些标准都放得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中间就牵涉到几个，如果你已经得到这个疾病的话，对不起，没有话讲，就是越低越好。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表，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冠心病，你有心肌梗塞，你有心绞痛，你有心脏手术，你有中风，甚至你有10年心转，等于说还有你有慢性的肾脏病、糖尿病这些东西，你的这个 LDL 要降到55%，不是55%，对不对？55%，小于55%，对不起，小于55%，要小于55%。然后如果你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了，你有糖尿病高于10年了，或是你有中度的这个慢性肾脏病了，你有10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于5%的话，你要降到70%。那如果你的糖尿病小于10年的话，你是要100。如果你是正常，就算正常人也是116。我以前都159不，因为它是一辈子累积的观念，所以现在目前他们的那个一个口号。就是口号，你越早开始治疗越好，因为它是一辈子累积的结果，越早越好，然后越低越好，就越低越好。对于心脏病的人是越低越好，但是对于还没有得到那些，因为你还有很多扣打。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洪医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我在某种状况下，我有的要降到55，有的要降到70，要降到100，降到116。那我要怎么降呢？我运动吗？我饮食吗？我或什么方式，我可以把它给降下来我的 LDL 了 ？OK， 那个人家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你光是运动，大概是5%左右，5%左右。那饮食呢，大概就是饮食控制在5到10%左右。那饮食加运动啊什么这些，大概都5到10%，但是这些是因人而异。你可以尽量努力，但你可以自己试试看。那有人说我再试试看，但是你要人家研究的结果就是这样。对。那还有另外一个研究就是说，平均就是8%了。平均饮食加运动就是8%，而且很难持久，很难持久。就是说你大概一段时候大概又会回去。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如果说不死心，你可以试试看。你现在目前，譬如说你抽了一个。胆固醇很高，尤其 LDL 很高，你就试试看，然后你去运动、去饮食控制，然后之后你看看你能够降多少。我们有人可以降到20几，但是平均来说是8%。但要特别强调哦 ，LDL 用胆固醇来降，不用饮食、运动来降不容易。三酸甘油酯是另外一个故事，三酸甘油酯用那个降很快。那个只要能够戒酒啊，那些效果很好。对，所以减重啊、运动啊那些大概都5到10%。但是药物随随便便一些轻松的药物，那个他汀啊，大概一天有时候不到5块钱，不到10块钱的那些药物，大概可以降30%到50%，甚至你再加一些别的，可以降到甚至60-70%都可以。川普用的就是他汀。川普他们他汀还再加上另外一个药。那川普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个川普他那个新闻上面都想他爱吃汉堡嘛，爱吃汉堡，然后他爱吃牛排，吃汉堡，吃牛排吃汉堡，然后他的桌上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按那个红色按钮之后，人家就会送健怡可乐，好像是零卡，对，健怡可乐，他会送那个可乐来，所以他饮食你就知道他这个高油高什么那些，他从不控制，但是呢，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那时候 LDL 是140几，然后他这次在去年4月的时候，他们就公布他的健检报告，他的 LDL 坏的胆固醇是51。这样的51，所以他用的是2种药，一种是冠质妥，还有另外一个是胰妥。胰妥是一个 ezetimibe， 那是抑制食物吸收的药。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川普的想法。川普的想法大概是说，哎呀，那个饮食我没办法改了，我不控制，但我就靠药物。但这些就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想法了。对，但川普就是靠药物就可以降51，但是光靠饮食控制，大概预计其实他140几，大概可能可以降到130、120吧。对，大概离标准大概都还差一段。是，所以用药也是另外一种逻辑。不，洪医师，像我自己就有经验，是我以前的 LDL 一直在130挣扎，那有一阵子我很努力，降到159。可是降到119，对不起，119就是130上次一直震荡 ，OK，震荡完以后我很努力去饮食啦、运动啦，我就降到119，降到119我就受不了，再量没多久140，我抽了159，我就放弃了。我的医生说好吧，我就给你吃，就像讲我开始吃冠治妥，我吃冠治妥呢，我怎么降？我从159降到了66，那降的非常多。我的医生说你的效果非常好，可是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 ALT。就是我的肝指数就上升，所以有人讲说为什么很多人不想吃药，就是我都担心药都有副作用啊。那我吃了这个，的确我吃了冠治妥这个他汀，我的确从159我真的是降到66，看起来是很安全了。可是我的肝指数却一直往上飙，本来是它标准是我升到38是还是这个？其实，在严格上来说，它是虽然在正常的。还是在正常中间，我们这个不把它当作是肝功能的异常了，因为肝功能异常，有的人就升到50、60，但这有的时候就是一件事，就是说你必须要衡量它的好坏，衡量它的好坏。肝功能如果说是因为你38还在正常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它会不会有任何影响？对人体不会有任何影响，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但是如果说到2倍呢？到3倍呢，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对，如果到2倍到3倍，那下一个问题，肝功能是如果说你升高了2倍，那但是你现在心肌梗塞机会下降了50%，那肝功能2倍会不会死？不会死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造成肝硬化？不会啊。也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不会啊。那选择的问题。那选择，但是你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对，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选择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药物。就是这是他汀，那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用打针的药物啊，或什么另外一些的药物，甚至有6个月1针的，有2个礼拜1针的，那些1个月1万块的那些药，理论上不影响肝功能，但是那些就很贵了，1个月1万块，但那种理论上也不影响肝功能，所以有很多很多别的方式。是好，那刚刚另外一个是很多人不想去这个所谓的 LDL 的去处理胆固醇，他说你胆固醇也不能降太低啊，他说胆固醇降太低你会有失智的风险。所以，因为你的脑子是需要一些胆固醇，需要一些营养的。其实胆固醇就是带这些营养的。那你把这些营养降到最低的时候呢，你的脑的营养就不够了。你脑的营养不够了以后，你的脑子就会失智，就会有问题了，是这样子吗 ？OK， 这个就要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科学的研究的方法。OK， 很多观察性的研究就发现我们的失智。跟我们的胆固醇的高低，跟 LDL 的高低，它是成一个 U shape。什么叫 U shape 呢？LDL 太低的人，那个失智比较高；那 LDL 太高的人，失智也比较高。就是 LDL 在中间的人比较没有这个现象。但是问题，这些是一些观察性的研究。那观察性的研究呢，它就有几个可能性。OK， 可能性1是因为就是胆固醇太低会引起失智；可能性2是失智引起胆固醇太低。OK， 为什么呢？我们来以前的卫生署署长讲过一句话，他说那时候在是二代健保，2代健保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就说你这有单身惩罚税。那他那时候就冒出一句话，他说单身的人容易精神病。他冒出那句话，单身的人容易精神病，然后那时候引起轩然大波，人家就说这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就是单身那个，但是他那句话有没有引什么点？我想一定有什么研究。但是我要问各位一句。是单身容易精神病，还是精神病容易单身？因果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它会有相关性，但不见得是因果关系，你不见得是这样过来，可能是这样过去。所以那么再回到失智的这些研究，失智当你观察到LDL 太低的时候容易失智，太高也容易失智。那这个到底 LDL 低容易失智，到底是 LDL 是因还是果？因为失智的人大家也知道，如果照顾过失智的人，你喂他一口饭。他停在那边半天不吃，然后到后来营养鼻胃管都灌不进去，所以你说失智人通常都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常常会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假设 ，OK， 假设一是因为 LDL 太低，然后引起脑部的那些细胞不好啊，所以造成失智，可不可以？可以。可不可以是2呢？因为你失智，所以你营养灌得不好，所以你 LDL 太低，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但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要靠的是一些我们叫做 randomize， 就是就是分组的研究。对，什么就找一堆人，一组把 LDL 降低，另外一组 LDL 不要降低，然后就是来比看，结果到底怎样？结果后来发现LDL 降低的那一组可以减少失智。可以减少失智，所以在后来，甚至他们还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在脑部的细胞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个就是脑部跟血液中间有个脑血屏蔽，脑血屏蔽就血液中的 LDL 跟它不会进到脑子里面，而且脑子里面它自己本身会制造，它有几个细胞，它会制造那个制造 LDL， 还有制造 Apple， 就是反正就制造它的那些东西，所以脑部跟它是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它的是不会造成失智。所以现在目前认为是说，要预防失智，你要降胆固醇。所以这个中间就牵涉到一些，所以如果说各位看到任何一些的就是任何的资讯，就说失智会LDL 太低会引起失智，你一定要先看一下，他用的是观察性的研究，还是一个叫做等于说我们治疗性的这种看的研究，因为这个方法不同，你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好，那另外就是你要吃药，对很多人来讲，很多人都有一个西医是毒，我吃了以后你有副作用，那我就不要吃西医，那我就去吃一些别的，什么红曲有的没有这些补品，或者用那些来降我的这个胆固醇。吃补品可以替代这些药品吗？你试了就知道，试了就知道。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各位，那个药物很便宜呢，便宜。药物现在目前的药物，像那个冠之妥，那个健保给付价最近又被砍了，对，小于10块钱，小于10块钱。那我就是吃冠之妥，那个小于10块钱，那个一个月大概一个月大概不到300块。那我要问你的保健食品一个月多少钱？你要先稍微做个计算。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有没有效？问你的抽血结果就知道。你可以很简单，你现在目前譬如说你现在目前先抽了一个血，发现譬如说像宝洁您的那个 LDL， 譬如说150几，对，我最高到159，159，我们就是159，然后之后你去吃个保健品，然后你看能降到多少？那冠之妥10毫克大约可以降，那个人家研究结果是大概是降46%。我从159降到66，你降到66，你远超过46%，你超过的更多。但是就是它这样理论上它可以降40-50%，就是一天不到10块钱。那你的保健食品能降多少？这是另外一件事，你抽血就知道，抽血就会知道结果。好，那洪医师，另外就是我在你的书里面看到这张图，是他说心血管里面，心血管疾病最后的结果，它造成什么？是你周边的这个肌肉是坏死的。是，这个图看起来让我觉得有点惊恐OK， 那个这在介绍什么叫心肌梗塞了。那个图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心脏血管像个丁字裤，那个我这画的是丁字裤前面那一条，所以前面那条最重要。OK。那当我们的血管突然一下完全堵塞，突然一下土石流的时候，血流过不去，后面的肌肉就会坏死。所以后面那个右下角那个三角形都是坏死的，那都坏死的状况。而且这个坏死那另外在这边就顺便就强调一些重点。这个坏死临时的土石流，那个肌肉坏死是从内往外，然后随着时间越久，它就坏死的越多。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烧房子，灰修处烧房子。大概12个小时之后，这一块的区域就是通通活不了，肌肉全部坏掉。但是灰修处，但是如果是你越早1分钟，对，把血管打通，等于说越早1分钟救活消防员来，你就可以救回越多的肌肉。所以每一分每秒都很重要。所以讲心肌梗塞是跟死神抢时间，那时间就是我们的心肌。所以不是讲说我在多少时间里面救回来就没事了？不是，是我每分每秒都在损伤我的肌肉，是，只是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它就全部完蛋了。不，就是因为你已经烧光了，房子已经烧光，你消防队再来就没效了。对，所以这个意思说，所以不是说因为有的人会说那个不是说那个黄金时间是12小时，或者中风什么黄金时间什么3小时、6小时，或者什么那些就是每一分每秒都在计算。就是说你时间越快打通，就是消防队越快熄火，你就越没事，损失越少。所以这个最主要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万一
临时发生心脏病的时候，你大概有几分钟，你先想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然后你含个含片没效，再含一个含片没效，对不起，不对了，赶快紧急送医，而且越近越好。对，这时候你不要再挑什么名医，挑什么大医院，你就就近，因为这个就近，万一你塞车塞了40分钟，对不起，你就房子就多烧40分钟。可是我刚刚讲，我要在什么样的感觉上发现不对，我就要赶快去医院嘞。通常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最典型的感觉就是突然一下胸口闷啊，或痛啊，或者是突然一下的喘不过气来，就是整个大石头压住的感觉。有的时候会冒冷汗，有的时候会有时候会冒冷汗，有的时候会整个虚脱的感觉。通常来的时候你都会知道。哦，你那时候就通常会知道，但因为如果你有，可是你不是讲说有60%几的男生他是第一次就是很严重的心肌梗塞，可是我以前没有经验，我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就是你当你突然哪一边车子坏掉了，你会知道，就那个，所以你平常都没有感觉，因为平常的大部分的60%几都是没有感觉啊。对。那其实这还有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是60%几是从塞的地方来看，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另外还有一个是从症状来看，从症状来看。62%的男生在第一次发作心肌梗塞之前是没有症状的，心肌梗塞或猝死之前没有症状。46%的女生也是一样，之前没有任何症状，这是以前。那在最近就是2026、2025的年底，2026，它还有另外一些研究，就算到了现在他们新的一些，他们发现还是一样，一半以上是在发作之前没有症状。但你说你如果发生了，你自己会有感觉，对自己会有感觉。但这中间大部分人有感觉，但是有一些时候举例来说，像糖尿病的人，或者是洗肾的人，因为糖尿病跟洗肾人，他久了以后，他有时候糖尿病久了，他有4样东西会变差：眼睛、肾脏、神经跟血管神经。但有时候他神经他会感觉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糖尿病人他会有一种叫无痛性的心肌梗塞，对，无痛性的心绞痛，这时候就很麻烦。那时候你的感觉可能只是喘或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所以但是你就会觉得不对，就很奇怪。那有时候就甚至还有人是一些什么上腹啊或什么其他感觉，所以但是你只要觉得身体不对了，我想就是真的不行的时候，尤其是当危险因子越高的时候，越要尽快就医。那洪医师，你书里面也提到说，不只是说 LDL， 不只是血脂，也包括了高血压，也包括了4个血糖。那这个等于说血压部分，你是讲每天一定要量血压，而且你要讲左右手都要量血压。不用每天左右手。OK， 量血压大家都知道量血压，但是量血压的妹妹嘎嘎太多了我先大概我们量血压，我们大概会建议几件事。在医院量到的血压跟医院在家里常常不一样。医院你可以想象一下医院的那种场景，对，吵架，然后乱的不乱，那种场景的时候，你的血压常常跟家里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通常建议说，在家里要量。那家里量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先选血压计，先选血压计。那选血压计的话，要选手背式的，会比手腕式的要好。手背式的比手腕式的要好，但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诀窍。如果你还要根据你手背的大小来选你的那个臂带如果你 size 如果你是很瘦的人，你就要选很小的。那如果你是像馆长一样那种超级猛男的，那你要选大的，不然的话都是一般人的。OK， 然后你买了血压计回去之后，你要先做几件事，就是说你回去之后，你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你刚开始量的时候，你就是右手量完量左手，第二次左手量完量右手。第3次右手量完量左手，你大概要花一点点时间，知道自己的血压是哪只手血压比较高。对，以后当你知道哪只手血压比较高以后都以那只手为准。OK， 以后血压高的手，要以高的那手，相对高的手。对，像我的右手比左手高10，所以右手比左手高10，所以我通常一定要量右手。但我什么时候会量左手呢？如果那个有个健检我非要过。然后我就作弊一下，我就左手就伸出去，所以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标准的血压是右手 ，OK， 有的人是左手，不一定，那每个人不一样。然后当你知道哪只手血压比较高以后，然后我们再说722法则。理论上因为几件事，洗完澡之后血压不准，吃完饭以后血压不准。你憋尿的时候也不准，然后还有什么这些，还有洗完澡啊什么这些，大概这些都不准，所以我们也不要在吃完饭以后量，也不要在洗完澡之后量。那比较标准的时间是早上起床1小时之内，跟睡觉前1小时之内，就起床1小时，1小时内了，各前1小时，各1小时内，然后最好是连续7天，早上晚上大概都
各量2次做平均。但是因为你量久了，你自己会知道一些自己的一些那个，我们有病人礼拜六、礼拜天就正常了。礼拜1到礼拜5就高，OK， 工作的。那还有的家庭主妇，礼拜6、礼拜天就高，礼拜1到礼拜5就正常，被小孩给那个的。那还有的人还有的人是那个，我还有病人从退休的那一天开始血压就正常了。是。那还有的人冬天会高，有的人夏天会低。那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但你多量你会知道自己的状况，你会知道韵律。但是基本上大概都要先休息5到10分钟以后再量，通常要休息5分钟以后再量。休息5分钟以后量，然后量的时候还有一些很讲究，手要有依靠，然后2脚要平放在地上，然后不可以讲话，人要放轻松，然后那个不可以生气，不可以那个，反正就是平稳的状况，这样才比较准。那另外刚刚讲的是 LDL 的，我们都有130，后来像刚刚讲要116，甚至有人到55。血压现在也是这样，也让我有点困惑，因为以前我们的血压是说你不要超过130，你这应该到140，后来讲130，那现在又告诉我是120，你的这个舒张压本来是90，现在要告诉我是80，那到底现在的标准是什么？OK， 那个第一件事130/80不是130/80，什么叫130/80不是130/80？因为最早的那些人家很多的治疗指引，他的研究他是怎么样？他的研究就是说，很多人到医院去。医院在一个休息温暖的环境，然后在一个研究的场所，在那边之后你休息了之后，然后人家来帮你量的。但这个中间就有些困扰了。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得到那样的血压？没有啊！你要在研究的环境，安静的独立的房间，然后有人来帮你量血压，没有这种环境啊。所以那种的血压跟我们家里的血压是不同的。所以那种那时候以前的那些说的治疗指引，通通说的那些血压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现在比较新一点的一些研究，他们做的研究是怎样的？就说你就在包括家里也算了，就以家中为准，因为家中你可以去除掉那些各式各样的现象，不是以医院血压。我们平常想的医院血压那个也不是研究的血压，也不是家中血压，所以家中血压比较稳定。OK。那他们之前还有收到一些说什么年纪越大血压越高，但是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那他们做研究呢，就是说第一件事，就是说那个他们做60岁到80岁的人，一组把血压降到150以下，另外一组降到130以下，然后就这样来比了3年5年也是一样啊，就一组150，一组130，然后比看谁活得比较久，谁不会中风。就后来发现呢，130以下的那组减少1/3的中风，1/3的心肌梗塞，1/4的心脏病。但现在目前知道130胜过150，那下一个问题人家就来了，120。那120跟140呢？对，那他们就再做个研究，就120跟140比，就后来发现120又胜过140。那问题就来了，那我到底是120以下是不是更好呢？对，那130是不是就够呢？那所以现在目前的治疗指引就是还是因为就是人家就是也是那甚至以后会不会110更好呢？这些都有问题啦。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就是说，大约完全正常的血压，我们定义在120/80以下，120/80以下。那130/80以下是可以接受。但这中间还有一些要强调的重点。那个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舒张压，就是我们有2个血压120/80啊，对，舒张压是下面的那个血压。有人看到很低的时候就不敢再吃药，就说我血压太低了什么那些。这个舒张压会随着我们的年龄会一路变化。我们血压随着年龄越来越高，收缩压、舒张压都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但是舒张压就低的那个血压，过了50几岁以后会开始往下转，会开始往下转。所以换句话说，到了80几岁的时候，收缩压上面也会往下转，所以血压不是一成不变。但是到50、60岁以后，你的舒张压常常重要性就没有那么高了。那因为随着血管年纪越来越大，血管越来越硬，有的人舒张压到了70、80岁以后会剩40几、50几，甚至于30几。那不用担心，那是结果，那是你血管硬化的结果，而不是因。所以到那时候就不管它。我们那时候看的注重的还是收缩压，看上面的就好。对，好，那洪医师你在书里面提到说，运动很妙，运动有2个时间最危险，一个是不运动，一个是突然运动。所以我们都知道运动对心脏很好，可是运动也刚刚讲，你要么就是运动要持续，你不要突然想到的运动反而更可怕。OK，
在这本书出来之后，又有好多的不同新的研究。那还有人以前说啊，周末运动员不好啊，对，就后来有些研究就说啊，周末运动也不错啦。但是我想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如果平常从来没运动的人，你不要去跑马拉松，不要一下子，不要一下突然的运动，你要先给自己一些训练。那不要突然从什么那个北高双塔什么那些的，那些很危险。你先要训练，先从譬如说，如果从来不运动的人，先从散步开始。一个礼拜有快点，再一个礼拜再快点，再一个礼拜再快点，再逐渐增加。你的运动量逐渐增加的话，你的风险就会低。那绝对不要说突然平常通通不运动，然后突然一下开始那个都流行骑脚踏车，我来骑个，然后我想当年我是怎样，那这样就很惨。我当兵的时候跑5000个，把回到那个时代。对啊，想当年我5000，我们连队的冠军什么那些的，那就惨了，那就很惨。要慢慢训练，慢慢增加上来。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的心脏病跟你上厕所有关。他说特别是男生，你上厕所你不要太用力，或者你不要那个。他说那个时刻是你很容易心脏病发作的时刻。也对，但是我 OK， 我们在心肌梗塞的病人，如果住到加护病房去，如果说病人3天没大便，那个住院医师就被我们抓过来打枪。为什么？因为在你出力用力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号的时候是我们副交感神经的时候，你用力的时候就交感神经，那时候你会刺激某些状况，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让大便要软一点，让大便软一点。所以尤其在冬天啊什么那些时候，就是在用力啊什么那些时候都容易有状况。所以我们的住院医师一定要给我们心肌梗塞病人一定要给软便剂 ，OK， 绝对不可以让他便秘 ，OK， 这些是一些。所以我们有些好发的时间。心肌梗塞，我们刚刚讲说，心肌梗塞形容是土石流。那预防土石流我们要怎么做呢？预防土石流，我们要第一个要水土保持，第二个要维持好天气，降低三高那些，降低三高，降低体重，规则运动，不要抽烟，这是土石流的方式。那另外一个，那如何预防土石流呢？就是不要台风天，台风天特别容易土石流。那什么是台风天呢？对，什么是台风天？生气、太累、熬夜、空污。发炎感染，这些都是土石流的时机，还有包括这是临时的用力什么这些，所以土石流时机，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都跟病人讲说，你这已经心脏不好啦，所以你不准生气，不准太累，不能熬夜，不能紧张，选举不准看，政治不准看，一天笑3次，心情越轻松越 OK。是好。那洪医师曾经讲过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什么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神奇医术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你还没有发病之前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这就想到以前战国时代那个扁鹊的故事。扁鹊说，当王说：“你们家里医术谁最好？我哥哥最好。我为什么从来没听过他？因为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他把你问题解决了。那另外呢？我二哥医生很好，二哥医术很好。我二哥为什么医术很好？因为我二哥在你小病的时候，他就把它给解决了。那你呢？”我都是人家已经快7晕8素了，快折腾半死了，我才把它弄好。所以你觉得我医术好？没有，我大哥跟二哥的医术更好。我觉得洪医师现在不断的出来告诉我们这些医学的常识，就是让预防。刚刚讲到，你不要等到你的心肌梗塞，你不要等到你中风，不要等到你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就先把你的三高给降下来。三高降下来，就做好你的土石流保护，你的水土保持，做好你的水土保持，你就不会土石流，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洪医师，也非常谢谢你这么认真的告诉我们这些的卫教常识，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EP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
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5里面，你特别就是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也就是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